劝大家尽早用无人兜底的态度过这一生。什么叫无人兜底？就是从这一刻起，你必须在心理上切断身后所有的退路，把你自己当成这世上唯一的依靠，不是你的父母，不是你的伴侣，更不是那些所谓的人脉或运气。别觉得这是冷漠，也别觉得这是残酷。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因为你身后站着谁，而是你心里清楚，即便身后空无一人，你依然敢往前走。讲一个故事，在南方连绵的群山里，有一条著名的盘山货运线，那里常年云雾缭绕，路窄弯急。老张是这条线上跑了几十年的老司机，他带过一个徒弟叫小林。小林刚开始跑车的时候，总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过一个急弯或者遇到大雾天，他的脚就会不自觉地虚踩在刹车上，眼神不停地往副驾驶座瞟，等着老张给他指令。老张在，他就心安；老张要是睡着了，他握方向盘的手就开始出汗。有一年冬天，山里下了罕见的冻雨，路面结了一层薄冰，像镜子一样滑。那天恰好老张病了，小林必须一个人出车，车子满载着货物，行驶在漆黑的悬崖边。半夜，车子抛锚在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垭口，手机没有信号，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寒风刮过车窗的呜呜声。小林的第一反应是恐慌，他习惯性地摸向副驾驶，摸了个空。那一瞬间，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。他坐在驾驶室里，等着过路车，等着天亮，等着奇迹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气温降到了0下，车里的暖气早就停了，他的手脚开始失去知觉。就在那一刻，小林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如果他继续等下去，他可能会冻死在这里。这条路上，今晚可能根本不会有第2辆车。那种等着师傅来告诉他怎么办的幻想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彻底碎了。求生的本能逼出了他体内从未有过的冷静。他不再发抖，而是翻出工具箱，跳下车。他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，用冻僵的手指拆卸零件，检查油路。由于没有人在旁边兜底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无比精准，因为他知道修不好就是死，拧错一颗螺丝就是绝路。3个小时后，引擎重新轰鸣的那一刻，小林坐在驾驶座上放声大哭，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了老张以前常说的那句话：山路不认人，方向盘在谁手里，谁就是自己的命。那天之后，小林变了，他开车不再往旁边看，他的眼神变得像鹰一样锐利，因为他经历过那种无人兜底的绝境，在绝境中，他亲手把自己救了回来。我也曾是那个在驾驶座上瑟瑟发抖的人。回想我30岁之前的人生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独立，但内心深处，我总是在等。我在等什么？我在等一个完美的时机，等一个赏识我的伯乐，等父母点头同意我的选择，等伴侣来抚平我的情绪创伤。每当我遇到挫折，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该怎么解决，而是谁能来帮帮我。这种心态让我变得极其脆弱。工作上被上司批评2句，我就觉得天塌了，回家等着爱人安慰。如果爱人没有给出我预期的反应，我又觉得世界崩塌了。我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巨婴，把情感的吸管插在每个人身上，拼命索取安全感。直到那一年，生活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家中变故，工作停摆。那段时间，我发现原来那些我以为坚不可摧的靠山，在真实的命运风暴面前，竟然如此脆弱。父母会老，伴侣会累，朋友有自己的泥潭要渡。当你真正跌落谷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周围是一片旷野，只有回声，没有人影。那一刻，我才痛苦地承认，原来我一直以来的痛苦
不是因为我不够幸运，而是因为我太依赖兜底。我总觉得，如果我搞砸了，总有人会替我收拾残局。正是这种潜意识里的侥幸，让我做事总是留3分力，做决定总是优柔寡断。因为我不怕输，我觉得输了有人赔。但人生不是游乐场，没有那么多安全网。当你开始用无人兜底的心态去审视生活，你会发现，这种看似冷酷的自我逼迫，其实会给你带来3样最宝贵的东西。首先，它会逼出你赚钱的硬本领。请你诚实地问自己，如果明天公司倒闭，行业消失，你的职位被人工智能取代，你手里还有没有一项技能是能够直接在市场上兑换价值的？很多人在大平台里混日子，拿着稳定的工资，就以为自己拥有了稳定的能力，这是一种可怕的错觉。平台的光环不是你的光环，平台的资源也不是你的本事。当你意识到无人兜底时，你就不敢再混了，你会开始恐慌，而这种良性的生存焦虑是成长的最佳燃料。你会明白，真正的赚钱能力不是靠熬资历，而是靠创造价值。你会逼着自己去打磨手艺，去理解市场，去成为那个不可替代的人，因为你知道，下个月的房贷、父母的医药费、孩子的学费，这些账单不会因为你的失业而消失，也没有人会替你支付。你必须让自己变得值钱，而不是仅仅有钱。其次，它会逼你学会情绪的绝对自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有义务必须理解你的委屈，也没有谁能够真正感同身受你的痛苦。很多人一受挫就满世界找人倾诉，指望别人的安慰来止痛。但你要明白，别人的安慰只是止痛药，药效过了，伤口还在流血。过度的倾诉往往只是一种变相的索取，久而久之，只会让人觉得你情绪不稳定，甚至想要逃离你。无人兜底的心态，就是当你深夜崩溃痛哭时，你能自己给自己擦干眼泪，第二天早上照样洗脸刷牙，精神抖擞地去战斗。这不是压抑，这是成熟。你开始懂得，情绪是自己的私事，把情绪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就是给了别人伤害你的权利。真正的强者，是能把自己破碎的灵魂一片片捡起来，重新拼好，甚至拼得比原来更漂亮。你自己就是那个最好的心理医生，你自己就是那个最温暖的怀抱。最后，他会逼你在做决定时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清醒与坚定。为什么很多人30多岁了，还在纠结要不要辞职，要不要创业，要不要结束一段糟糕的关系？他们在等什么？等父母同意，等存款再多一点，等一个万全之策。说白了，他们不是没能力做决定，而是不敢承担做决定后的后果。他们潜意识里希望别人替他做决定，这样一旦失败了，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责怪别人，都是你当初让我这么做的。可是，如果你知道身后无人兜底，所有的后果，无论是贫穷、孤独还是失败，都必须由你一个人硬扛，你反而就不纠结了。你会变得无比慎重，但一旦决定，就无比坚决。这种没人替我买单的觉悟，会像一把利刃，斩断你所有的优柔寡断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寻找依靠时，你的直觉最准，你的头脑最清醒。用无人兜底的心态活，不是让你变成一座孤岛，拒绝所有的爱与帮助，绝不是。你可以爱人，可以被爱，可以接受朋友的援手，可以享受团队的协作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，你把这些当作命运的馈赠，而不是生存的必需品。这中间有着天壤之别。如果有人帮你，那是锦上添花，你心存感激；如果没人帮你，那是理所应当，你坦然接受。真正的孝顺，不是听话，而是当你父母老去、生病、需要依靠的时候，你有能力挺直腰杆说，别怕，有我在。真正的爱，
不是寻找另一半来填补你的残缺，而是两个圆满的灵魂并肩站立。我有能力独自过好这一生，但我依然选择与你同行。当你能独立生活，独立解决问题，独立消化情绪时，你才有资格谈责任，谈感情。否则，你所谓的爱，不过是一场以爱为名的寄生；你所谓的孝顺，不过是一种无能的依附。与其每天焦虑地等待别人来救你，不如把自己修炼得强大到不需要被救。别把失败推给原生家庭，别把平庸推给大环境。人生本就是你一个人的长征，所谓的运气，不过是强者的谦词；所谓的怀才不遇，往往是弱者的借口。那些你以为离不开的人，其实都能放下；那些你以为做不到的事，其实都能做到。你觉得做不到，仅仅是因为你还没被逼到那个份上。人的潜力像弹簧，只有在切断后路的时候，才能弹得最高。无人兜底，听起来是悲观，其实是最高级的乐观。因为当你不再对外界抱有幻想，你就会对自己的行动充满敬畏。当你不再等待救世主，你自己就会慢慢变成你的救世主。从今天起，做自己唯一的靠山，别幻想有人会永远拖着你走，也别指望有人能替你挡风遮雨。这辈子最靠得住的，永远是你那个在风雨中咬牙坚持、不肯认输的自己。站直了，别趴下。前面的路或许难走，但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路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